在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黄沙淘尽。 剑如纸，举中举，算如云，步步险中影。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中举，冷如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。 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？ 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。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边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。 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。 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。 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2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。 那便做到不败的话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。 去母留子，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又做什么？
一世束手云中君，飞凤朝永不踏入皇城半步。那一刻我才懂，最锋利的剑斩不断帝王心术。我终究无能，只能用一场剿匪，将他深深藏进藏木寨。传捷报！贼首穆绵红跳崖自尽，当场伏诛，以告皇恩。你出生那日，他精神唤你楚州。他说：“愿你长大之后，这世间再无战火，每天都能平安地看到太阳升起，朝如初阳。”你呀，你便叫楚昭吧。昭昭啊，你要无忧无虑地长大。如果以后有人问起你的母亲，你便告诉他们，你的母亲生活在楚都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她虽然不能陪着你长大，但是她比谁都爱你。老张，这就是你要的党啊！阿爹在说什么胡话？这又是哪里听来的话本子呀？一点都不精彩。阿爹以后不要再讲了。阿爹没有骗你。我娘是楚都贵女，是大家闺秀，不是什么说墨女将。我阿爹说你是我娘，你是吗？那敢问阿爹，这些年你告诉我关于我娘的故事都是假的吗？我娘出身高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她善写小篆、画花鸟、弹古琴，你会吗？你如果是我娘的话，你一定会写。你现在就写给我看，你写给我看啊！你不会，你这双手只会舞刀弄枪，你只会杀人。你双手沾满鲜血，你不是我娘，我娘不是这样的。阿超，让他说完。我的母亲眉如远山，肤若凝脂，她是世界上最良善、最好的娘亲。我的母亲，即便是死了，也不会抛下我。她如果还活着，也一定不会欺我、骗我。而你，配吗？阿超，我说错了吗？这一切不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吗？我娘是楚都贵女，我娘病逝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爹你告诉我的呀！还是这么多年，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谎言？到底什么是真的？阿爹口中的母亲是假的，阿爹你病中也瞒着我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？够了！你说的没错，我不是你娘。将军病重，都分不清什么是话本，什么是真的。那既然我阿爹说的是胡话，那你就带着这个没有人要的破东西离开我楚家。你这是何苦啊？她现在不光是你楚灵的女儿，更是大楚长公主。她的母亲不能是一个硕魔人，也不应该是我。阿兰，
他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？或许，他只是想要你平安。平安。我活了19年，每天都在思念一个已死的母亲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最讽刺的不是祭拜空坟，而是我的母亲从一开始就选择抛弃我。真正的不爱，连欺骗都是多余的。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母亲送我回了谢家。她跟我说，她一定会来接我。可到最后，也没有等到她。你是想告诉我，他们骗我，是因为爱我？欺骗分很多种，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，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。可我需要的是真相，我不需要以欺骗为名的守护，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被保护的弱者。19年，他们骗了我19年。那你知道了真相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继续在这里质问到底为什么，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阿爹？阿成，信任不是用来纠结对错的。将军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要浪费时间在互相责怪上吗？没有可是，你已经错过了19年，在这最后时刻，你还想要留下遗憾吗？三舅舅，你的病可好些？阿姨这么惦念舅舅，舅舅很是开心。病很快就会好的。陛下，邓毅批了边郡的折子，已命人快马加鞭送往云中郡。太傅果然不让人失望。阿爷，你知道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不知道没关系，舅舅教你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，都给我听紧了！听说朝廷的奖赏批下来了，你不是便要前去边郡赴任了？明日便启程。太好了，你们梁氏一族能否再兴，就看你往后的建树了。这次能成，也是靠机会。机会？梁家本为戴罪之身，加官封赏亦是有困难，只是好在有贵人扶持，加上朝中局势相护，这才顺利通过。贵人？能够帮到我们梁家翻身的，都是贵人。但我怎么听说，这次的赏赐名单是长公主给的？她与普通女子确实不同。涂点糖霜膏吧。阿爹喜欢吃我做的沙枣糕，我要赶紧做出来。
这个馅儿用筷子不好拌，你试试这个。 你和将军分明相爱，却被迫分开了，你为何不承认？我们相爱过，但阿昭不能有一个朔漠人的母亲，就如同楚灵不能有一个朔漠人的妻子。你若真为他们父女着想，就别再追问这些。 我能否问你一个问题？你可曾后悔过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离开了他，让他以为自己没有娘亲，深留遗憾的长大。有些事不是后悔就能改变。可是现在呢？此时此刻，他就在里面，崩溃。 绝望，你真的忍心吗？我能做什么？承认自己的身份，让他背负敌国血脉的耻辱，还是让他寡尽一身尊荣，跌入万人唾弃的深渊？ 这簪子本该在他及笄那年给的，我看得出来，戴得很好。替我给他吧，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你送的。 不过是丧家之犬，何惧之有啊？属下就是怕他们因望城之事心生芥蒂，不愿再与我们萧南郡合作。望城，望城之事，与我萧南郡有何干系？那些朔漠残部被屠杀，不是楚昭做的事情吗？世子说的是。说起朔漠，我倒是有另一件事情想要问。我
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马厩登记的货物，不得再出现萧南郡的徽记。属下该死，这批货本该走北方官道的，想着安吉藏的渗血，方便辨认。5年前魏家村那把火，还是没让你学到教训。怎么敢又将运输记号做在货物上呢？属下这就去重新处理。魏家村那个叫做阿响的孩子找到了吗？回禀世子，还没找到。快看看我爹，看看我爹，救救我父亲！快！不必了，把他留下。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爹，我在。阿昭，别恨你呀，娘。出身受磨，不是他的错。他想保护你，也不是你憎恨他的理由。那是走错路，离开你，唯一能保护你的方法。你阿娘很好，她也很爱你，是阿爹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才让他没有办法留在你身边陪你长大。阿兰，来我身边好吗？爹，阿昭，如今我命不久矣，也不在意什么了，就想跟阿娘好好道个别。当年我俩生离之时，我俩说过，从此不复相见。如今死别，竟真的不能相见。都说我是大楚战神，可是迦兰的楚灵不过是多活了19年的行尸走肉罢了。阿兰，我在。
谢家族徽。来人，在。把这个送到军医处查验。是。长公主，臣已验过此药，乃是数种毒药炼制而成，短时间内可让人气血流速提升，肌骨爆发力激增，甚至令濒死者回光返照。这与臣在古书上看到的一味奇毒千机燃血饮颇为相似。我爹何时服用此药？臣记得天书16年重阳，将军身中毒箭，生死垂亡之际，曾服用过一颗非军中所有之药。当时不曾验药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来不及验药，加上将军服用后身体并无异常，因此之后未加深究，只是简单的记录在案。难怪将军身体状况如此异常，原因此乃非救命之药，乃是买命之资。此药服用后，毒素沉积体内，侵蚀心脉，不可逆转。古书上记载，此药一经服用，需3年后加服1丸，才可续命3年。若不能及时加服，身体反而急速衰败，神仙难救。你刚说，此药并非军中之物，那它是从何而来？说。是阿九给的。上一世，天书19年8月初8安平之乱，阿九送我到萧玄身边后，即刻返回云中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药是他给的，阿爹在重阳能及时服下第2颗，可续命3年，直到安平3年才毒发。而这一世，天书19年，大婚取消，安平之乱提前。谢燕来因我获封禁卫军统领，长久滞留楚都，凑过给阿爹的服药时间，所以阿爹他才毒发不治。能给他药的人，那就只有谢燕来。给我爹的。是。军医说，这是虎狼之药，先救人性命，再让人丧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给我爹饮鸩止渴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秋弟。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骗我！药。确实是我给的。如果你想报仇，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。这就是你的解释吗？谢燕来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
成云霄，摘下骨水揉成桥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恨燃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需路遥，流云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现在，你我两不相欠。宫阙后成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伴你照朝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平遥成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桥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伴你照朝。星火在风息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